每天他都会被迫脱掉上衣，然后在身上画上2个圆圈，就这样被当成活体的靶子。接着轮到几个校霸上场。就在那天，他爬上天桥，打算结束自己的悲惨生活。幸运的是，一个路过的黑帮大哥救了他。但紧接着，当黑帮大哥在医院醒来，竟然发现自己变成了高中生的样子。原来他们不小心互换了灵魂。德巴对此感到困惑不已。突然，外面传来小弟的声音，他立刻打开了房门，果然是他的小弟。德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小弟要打他。当他看向旁边的镜子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自己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试图向小弟解释，结果却被直接带到了灵堂。面对自己的灵位，德巴立刻愤怒起来。幸好会长最后出面，才让变成高中生的德巴免于一劫。随后，德巴找到了自己的尸体，他想要恢复2人的身体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于是，德巴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回到了那座天桥，希望再次跳下去就能恢复原状。但当德巴从医院醒来，他依旧是那个高中生，而他的身体已经被放入了骨灰坛。德巴彻底失望了，没办法，他只能以这个高中生的身份继续生活。这时，一位女士走了过来，德巴完全不记得她是谁，原来她是他爸的秘书。她过来专门是为了责骂德巴，还说他连空气都浪费，死了还浪费土地。骂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德巴用人脸识别解锁了李现的平板，翻看日记后才明白了一切。原来他长期受到校园霸凌，每天偷家里值钱的物品，只要不让校霸满意，李现就会遭到群殴。那天他仅仅看了同学一眼，就被冤枉是个跟踪狂。从那以后，所有同学都避开李现，他变成了众矢之的，到处都有人指指点点。一帮校霸为了惩罚他，把他当作活靶子，根本不把李现当人。最终他无法忍受屈辱，选择了结束年轻的生命。德巴读完李现的日记，气得将平板摔碎。既然命运让他变成了李现，他决定重新活一次。毕竟李现是个富二代，他有一个财阀爸爸，他妈妈是个明星。虽然他是私生子，妈妈被安置在私人别墅，每天醉醺醺的。李秘书负责照看他们，保姆告诉他，李现的一举一动都要报告给他，他妈的酒也是故意给他的。拥有富二代的身份，德巴还挺乐意的。但看着自己的长发，首先要去理发店换一个帅气的发型，然后他去了图书馆。作为一个黑帮老大，他甚至没完成小学学业，但他曾梦想着上大学，为此曾经聘请过家教。后来因为工作太忙，就放弃了这个梦想。如今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学习了。李现买基础书籍的时候，竟没认出自己的同学，说话也完全是成年人的口吻，这让同学们都感到猜疑。不久，李现终于开学，上学都是豪车接送。司机跟李现说，以前他总是没到学校就下车，现在德巴占据了李现的身体，他决定从此不再低调。李现换了个新发型，刚升入高3，许多同学都没认出他，直到老师叫到他的名字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下课后，校霸直接找他麻烦，谁也没想到李现的身体里住着黑帮大佬，即便是面对6个高中生，他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李现要找回曾经失去的尊严，一点一点的通过行动证明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这还是那个每天被欺负的怂包吗？有个胖子不服气，直接冲了上去。虽然灵魂是个黑帮老大，但身体还是高中生的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李现又被校霸揍了。但这没关系，他有一颗强者的心，很快他就会把校霸踩在脚下，还要把校花抱进怀里。但现在还有个棘手的问题，李现的那个同学，因为之前在图书馆没认出他，所以一直盯着李现。原来李现之前在日记里写道，他最想和崔世金成为朋友，上次只是因为多看了他一眼，就被校霸误认为是跟踪狂。李现被校霸欺负的时候，他还在意崔世金的感受，不知道李现自己怎么看这件事。对崔世金的疑惑，他只好装作自己失忆了，假装自己脑袋被撞坏了。但崔世金根本不信他的话。第二天，黑帮大佬开始了他的校园生活。他看着同学们五颜六色的笔，再看看自己只有黑色的铅笔，他提议和女同学一起去买文具。放学后，3个女同学冷得像孙子，这么冷的天还要穿裙子，觉得长大了还得依靠作弊。这时，李现及时的出现了，他请3个人坐进了自己的宾利车。谁都没想到，一直被欺负的他是个富二代。李现随后带他们去吃晚饭。第二天，他买了各种各样的笔，他用自己的幽默感，很快就和3名女同学成了好朋友。李现很享受现在的校园生活，毕竟他过去的生活都是打打杀杀的。上体育课时，他还展示了自己的运动天赋，成功跳过了将近1米多高的障碍物，连老师都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以前的李现简直是个弱小的存在。重新开学后，李现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而且现在的他说话也更得体。下课之后，李现在学校遇到了父亲的女秘书，他急忙追上去质问李秘书为何来这。
原来他是来监视李现的，还打算把他送到寄宿学校。以前的李现软弱无力，但现在他已经是黑帮老大的身份，他不会再迁就这个狂妄自大的老太婆。李现直接揭露了李秘书的阴谋，然后对他进行了威胁，还把他的墨镜踩碎了。李秘书被气得想哭，他万万没想到，现在连个高中生都对付不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现开始刻苦锻炼身体，虽然他现在身体弱，但很快就会变强。就像他现在虽然只是初级斗者，但以前他是斗皇级别的强者，所以他掌握了上乘的功法，提升实力对他来说相对容易。这一天，李现去澡堂泡澡，他遇到了2个黑帮混混。这2个人本来想吓唬他，没想到这位不知深浅的高中生反过来给了他们一顿教训。不过李现也挺大方的，教训完之后还给了他们几万块钱。李现刚离开，那2个混混的老大就来了。这个胖子老大原来是德巴的手下，他带来了那个经常欺负李现的校霸。原本他是想加入7星帮的，胖子马上让人跟着2个小弟混在一起。校霸目送李现离去的背影，觉得哪里似乎很眼熟。回到家以后，崔氏金靖找他来了，表面是来帮李现辅导功课，实际上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时候李现的妈妈又喝多了，他急忙去帮助妈妈崔氏金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快速走进李现的房间，开始翻找。不过没多久，李现就回来了。崔氏金仍旧怀疑他是冒牌的，因为自杀前李现找过他，2人之间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李现询问崔氏金当时都说了些什么，但他就是不肯透露。正在这时，李现的妈妈又开始耍酒疯，他赶快下楼去安抚妈妈。原来李现把他的酒藏起来了。李现的妈妈真是够可怜的，她曾是家喻户晓的女明星，这才有资格和财阀在一起，结果不小心怀上了李现。从此之后，他就被李现的财阀爸爸冷落了，所以他每天醉醺醺的。李现安顿好妈妈之后，崔世金也说要回家了。第2天，校霸6人组又堵住了李现，但这次他已经恢复了斗皇级别的实力。看到李现这么嚣张，他们随手递给他一个手机，手机里记录了以前李现被欺负的视频。里面的视频，李现看完视频后，气得当场把新买的华为手机掰碎了。校霸们看着他这么嚣张，立刻就想教训他一顿，但这次他们打错了主意。李现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李现了，而校霸们还是老样子。大家都愣住了，这真的是以前天天被欺负的那个李现吗？他们想上前群殴，却被老大拦下了，因为老大觉得刚才只是没留神，他没防备就挨了校霸一拳。看到李现被打，大家才满意。谁知道李现只是在试探校霸的实力，然后他脱掉外套，准备好好教训校霸。校霸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。李现说他之前是脑子有问题，人只有经历大事才会改变。校霸听不懂李现在说啥，他径直上前挨了顿打。见李现这么猛，他们马上开始群殴。知道李现很强，但没想到他现在这么厉害。李现轻轻出手，几个小弟立刻倒地。现在只剩下老大一个，他们决定就此了结。只是一场关于王者荣耀的争执。曾经天天欺负李现的校霸，现在都被他打倒在地。李现走向老大，然后一把抓住他的头。同时，班主任正与崔世金讨论李现被霸凌的事。正在这时，他们突然看到楼下的情况，此刻的李现正在对付校霸。这一幕让崔世金想起了以前李现被霸凌的情景，这更加坚定了他认为这个李现是冒牌的想法。班主任随后赶到了现场，校霸却先一步告状，他说是李现让他们先动手的，并声称自己是黑社会的人。李现向班主任解释，是他们先把自己围住的，他完全是在正当防卫。校霸气得差点哭出来，但他们的名声实在太差。班主任也已经听说李现经常被欺负，从此以后，每当李现看到有人欺负同学，他都会立即上前阻止。如果校霸敢反抗，就会被李现痛打一顿。他们只能乖乖听话，不敢违抗李现的命令。这时校霸掀开衣服，说不准时上课就得挨打。第2天，他们果然都没旷课，连班主任都惊讶地说：“你们能来上课真好，如果能准时更好。”下课后，李现一个手势，校霸就乖乖地走过来。同学们都惊呆了，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大家都在猜，这个李现肯定不是真的李现，毕竟人的变化不可能这么快，短时间内变化这么大。前一阵，崔世金去李现家，偷偷拿了李现和他妈的头发，他找人做了 DNA 比对，很快假李现的真面目就会暴露了。男孩意外地与黑帮大佬交换了身体，从那以后，他的人生走上了巅峰，不仅在校园里能够横行霸道，连平时欺负他的校霸，现在也得听他的。但李现还有个烦心事，那就是学校的模拟考试。因为之前在黑帮忙碌，每天要么打斗，要么争夺地盘，所以考试时总是0分。3个女同学邀请李现出去玩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他需要找崔世金帮忙补习。2人正讨论这事时，
学校篮球队的3名队员走了过来，他们知道崔世金的成绩全校第1，因此想和他一起自习。崔世金犹豫不决，他们开始嘲讽，主要是针对李现这个所谓的跟踪狂。看到崔世金为难，李现立刻站了出来。3人见状，便转身离开，边走边嘀咕，不明白崔世金何时与跟踪狂变得这么亲近。李现随后对他说，只要崔世金帮他提高成绩，他愿意做任何事。说完，李现离开了教室。他去洗手间找到了那3个篮球队员，他们还在嘲笑李现是个跟踪狂。李现选择了不用暴力解决问题，而是直接夺走了他们手中的篮球。他们原以为李现自不量力，却不知道德巴当年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除了学习不行，其他方面他都很出色。全校的学生都传开了李现要挑战他们。3个校队的篮球运动员都聚集到篮球场来看热闹，崔世金也跟着来了。这时候他接到电话，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原来李现的妈妈和他是亲生关系。崔世金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李现竟然是真的。这时李现1对3，毫不畏惧，过人动作堪比艾弗森，投篮技术媲美库里，轻松得到2分。这时球权转到对方手中，李现抢断后转身投篮流畅至极，3分球准确入网的瞬间，让3个篮球校队低面子，彻底丢尽。李现随后找到他们，严肃地警告这3人，同时也提醒在场的所有人，他不是跟踪狂，以后也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，曾经失去的尊严都一点一滴地找回来了，现在唯一不行的就是他的成绩。这时崔世金走了过来，准备给李现补习功课，不过他提出了一些条件。最后2人一起去了自习室，黑老大也开始了学习旅程，但书本上的内容却显得无比枯燥。第2天，很多同学都找到李现，他们都听说了李现昨天的壮举，纷纷请求李现教他们打篮球。李现这时候就开始装模作样。班主任走进了教室，同时带来了最新的考试成绩单。果不其然，李现的成绩糟糕透顶。他恳求崔世金一定要帮他提高成绩，以表达他的感激。李现邀请他一起去了超市，在那里，崔世金注意到了菠萝面包。突然他想起李现的保姆曾经说过，李现对菠萝严重过敏，只要吃1小口就可能需要住院。崔世金于是买了菠萝面包，打算用来试探李现。就在李现将面包送往嘴边的瞬间，崔世金急忙阻止了他。李现误以为崔世金想吃那个面包，于是他换了一个果冻吃，但崔世金突然发现那果冻也是菠萝味的。很快李现就开始呼吸困难，紧接着他倒在了地上。幸运的是，李现被及时送到了医院。当他醒来时，崔世金感到非常愤怒。之后崔世金把2人之间的事情说了出来。那天晚上出事之前，李现来找他求助，但崔世金当时拒绝了他。听说李现生病不能来学校后，自己几天都没睡好，一直很担心，每天都在担心李现的健康，甚至偷偷跑到他家去确认情况。直到书店里再次遇到李现，这一幕让李现有些感动。他向崔世金承诺，一定会让一切都好转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上大学。从此以后，崔世金全心全意帮助李现学习，2人几乎形影不离，每天都一起学习到很晚，生活变得非常平静。但某天出了点意外，李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妈妈被2个黑衣人绑架，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与黑衣人搏斗。崔世金急忙跑到车里救人，却意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校霸看见崔世金，慌张地逃跑了。他们与几个黑衣人打了起来，但崔世金的战斗力有点弱。李现打得不错，但还得分心照顾崔世金。幸亏警察及时赶到了，黑衣人才没有继续追打他们。此时2人已经满脸是血。崔世金立刻想到了李秘书，于是李现决定撤掉诉讼，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处理。此时李秘书正在大发雷霆，他万万没想到李现竟然撤了案。校霸知道这下麻烦大了，绑匪决定逃跑，他也害怕李现会来报复，好几天都不敢去学校。最后他们找到了校霸，但李现并没有责怪他，因为校霸当时是被七星帮拉进来的，他也不知道是去绑架人，毕竟他最后及时报了警。得知策划绑架的是德巴的前小弟时，李现决定亲自去见他们。最终他被带到了那2个曾经的小弟面前，摘下头套的那一刻，他们认出了李现，正是那个曾间接害死他们老大的高中生。但他们不明白，这个高中生怎么这么有底气，这是让胖哥都笑了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小辫子也认出了李现，因为以前是他假扮他们的，大哥还因此揍了他们一顿。听他那些狡辩，实在受不了，立刻就想上前教训一下李现。谁知李现的身手出奇的好，普通打手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李现看似普通高中生，但他体内却有七星帮大佬的记忆，现在的他能轻松打败10个对手，斗皇强者真是可怕。很快就有几个小弟被打倒，欢哥看自己的手下连个高中生都打不过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，
决定亲自出马对付李现，否则我们俩怎么办？你们给我好好看着。李现这次算错了，他低估了自己瘦弱的身体，真正恐怖的是那些肌肉斗士。结果李现被打到昏迷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校霸和他的朋友们在打扫卫生。等校领导一走，黄毛突然抱住了他的老大阿伟，还说要带他去七星帮。阿伟在李现和世金的谈话下，已经决定不再和黑帮有任何瓜葛，但他的几个小弟不这么认为，他们已经加入了七星帮，不再服从阿伟的命令。看到他不听管理，小弟们只好准备把他带去见大哥。幸好阿伟跑得够快，他们紧追不放。在逃命途中，阿伟竟然看到崔世金在那发呆，于是拉着他一起逃跑。最后两人躲进了一个胡同。经询问才知道，李现被七星帮抓走了，他们甚至还想抓他妈。崔世金听后非常担心，于是他提议要和阿伟一起去救李现，但阿伟害怕得不得了。世金只能自己一个人去救，因为李现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本来想打电话报警，却突然记起李现之前的叮嘱，没办法只能孤身一人去救他。这时候他爸爸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因为世金平常受管教很严，不按时回家就会挨打。世金反复考虑，最后决定他不能放弃李现。还没到救援地点，爸爸就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他。从小到大一直都没违抗过爸爸的命令，这次为了救李现，他第一次请求爸爸的帮助。他的爸爸是检察官，有能力帮忙。与此同时，李现也醒了过来，他和当前的帮派老大聊了很多过去的事。东水以为李现肯定认识他的老大，这才决心去救李现。这解释了他对帮派事务的了解。李现体内的记忆居然是东水的老大的父亲，因为他们讲了很多只有2个人知道的事。东水同时震惊，最后只能让李现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崔世金和他爸爸找到这里，他们正好在门口相遇。作为检察官的爸爸不喜欢儿子和李现这种人交往，但他还是找到了东水，警告他不要对李现的家人不利。东水在检察官的压力下只好答应，不得已他只能打电话命令手下撤回。李秘书得知他并未绑架李现，立刻质问东水为什么没动手。东水随后讲述了今晚的经过，连检察部长都介入了。他建议李秘书还是罢手为妙。原来之前会长遭袭重伤住院，急需一大笔手术费用，那时他们还只是个小帮派，短时间内筹不齐那么多钱。幸亏李秘书及时伸出援手，才救会长一命。所以东水欠李秘书一个人情，现在不得不听从李秘书的安排，还得去绑架李现。李秘书离开后，东水跟胖哥回顾了今晚的事。李现知道的事只有德巴大哥知道。胖哥怀疑李现是德巴的私生子，东水却觉得他更像个骗子，决定从明天开始跟踪李现。第二天，李现感觉世金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仅不帮他补课了，连消息也不回了。李现非常失望，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2个女生过来找他，还给了他一瓶王老吉。等他我馊早就老了。哭着等李现回到教室后，他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，世金正给另一名同学补课，这让李现感到很不自在。黑帮大佬身份的高中生，每天都被漂亮女生拦下，还收到爱心满满的王老吉，但李现完全不懂女生的意图。他还在为世金因为没有帮他补习功课，他感到很烦恼。那天李现回到教室，没想到看到世金在帮其他同学补习，他边看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没有了世金的帮助，李现只好去和其他同学踢足球。与世金一起走的那个同学却一直在说李现的坏话。放学后，李现找到世金，质问他为什么不搭理自己。李现其实已经猜到了原因，只是想听世金亲口确认。虽然世金的父亲禁止他接近李现，但他们的友谊不会因此就结束。2人聊了许多，李现同情世金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，安慰世金之后，李现回校继续做好学生。看到几个校霸在抽烟，他马上去没收了他们的烟，还好好的教训了他们一番。但李现无意中得知了阿伟的情况，阿伟现在既不敢回学校，也不敢回家。回到教室后，3名女同学马上找到李现，他们告诉他，明天要一起去郊游拍毕业照。3位女同学坚持要李现一起去拍照时，李现依旧散发着黑帮大哥的气场。就在那时，一个同学突然找到李现，因为他打听到了阿伟的地址。于是李现立刻找到了在便利店工作的阿伟。阿伟因为之前的事情，所以非常害怕，不敢去学校。李现告诉他会帮助解决问题，他告诉阿伟放心大胆的去学校。那时候世金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，李现一听话音就感觉不对劲，急忙赶到了自己曾经跳桥的那个地方。看到世金的样子，显然是出了不小的事。李现决定带世金坐火车离开，他想帮世金摆脱他父亲的影响。但意外地，李现在火车上竟然看到了2个黑帮小弟，他不懂这2人怎么也在火车上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到达了一个海滩，在那里他们尽情的奔跑，尽显青春活力。这情景让跟踪他们的黑帮小弟都忍不住羡慕。在海边玩累了，
他们便去商场买衣服。东水和胖哥继续在旁边监视。让他们困惑的是，身为高中生的崔世金竟然不会骑自行车。在李现的耐心教学下，他们最终能够一起骑行。东水和胖哥从白天跟踪到晚上，到了晚上要住酒店的时候，李现遇到了问题，因为他们都未成年，酒店原本不允许他们入住。夜深了，又不便让司机来接。这时李现想到了一个地方，他直接对旅店老板坦白自己是七星帮的成员，但旅店老板并不理会，还让他别烦。提到老板的痛处后，老板无奈地递给了他钥匙。等他们离开后，东九和胖哥赶紧赶到。旅店老板并不认识李现的样子，却是认识东九和胖哥的。他们三个一起抱怨了一顿。两人回到房间后，感觉有些不对。李现怎么会知道那些隐秘的事？连老板都说了。那个高中生说话的语气，简直跟德巴一模一样。这时候，胖哥说这房间的墙阴隔得不好，他决定仔细听听隔壁的对话，不信听不出李现的什么秘密。我们先撤再看情况。在另一边，李现已经知道了世金为什么离家出走，趁世金睡着，偷偷拿了他的手机。开机没多久，世金的爸爸就打来电话了，来电显示是男性。时间是否已经到了第二天？还没睡醒的胖哥突然接到李现的电话，李现让他们上2楼找他。两人找到李现之后，胖哥立刻气得不行，他以为李现在冒充德巴大哥的儿子，他还说要给李现做 DNA 鉴定。此时李现也准备跟他们摊牌了。那个换了身体的高中生黑帮大哥终于决定要摊牌了。之前的2个小弟天天跟踪他，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快把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了。这一天，李现主动找到了那2个小弟，但胖哥却认为他是德巴大哥的私生子。看着两人都误会了自己，李现随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他从胖哥开始讲起。胖哥的父亲是个农民，为了让爸爸安心种地，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900平的地给爸爸。但去年年初，胖哥的爸爸因病去世了，所以他决定把残疾的姐姐送到康复中心。李现的话让胖哥哭得泣不成声，他开始相信李现说的一切。随后他开始讲述东九的故事。东九从小是个孤儿，19岁那年他在街上碰到了德巴大哥，他从孤儿院逃出来的时候，带走的300万韩元被骗走了。东九饿了几天，一直没吃东西。后来德巴大哥带他去吃了一顿丰盛的饭。从那以后，东九就把德巴当做了自己的兄长。李现的话彻底打动了他们2个，他决定坦白自己是德巴大哥的真实身份。这时李现有点懵，他原本想说自己是金德巴大哥，没想到自己被认为是德巴的儿子。既然他们都认定了，他只好顺其自然。3人一起吃饭时，世金突然出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也有点懵。之前他们还是势不两立，现在却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。不久后，他们一起坐车回学校。世金心里却忐忑不安。他离家出走的原因，是因为发现爸爸偷偷在他房间装了监控。从小到大，世金一直受到爸爸的严格控制。自从爸爸得知他和李现这样的人交朋友，对世金的监控就更加严格了，这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幸亏李现及时出现，并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。但现在他又要回到爸爸的掌控之下。李现看出了世金的烦恼，安慰他不必太担心。李现进教室后，发现阿伟还没来上课，而黄毛他们还打算把他交给东水大哥。李现了解他们在担心什么，于是他直接打电话给东水，这让他们都非常震惊。没想到七星帮的老大居然是李现他爸手下的下属。他劝他们别再继续干坏事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。正在这时，世金的爸爸气冲冲地找来了。他一看到李现就想上前揍他，他认为李现把世金带坏了。幸亏被班主任及时拉开，不过世金的爸爸显然没打算就此罢休。到了晚上，黄毛他们愤怒地找到了阿伟。他们原以为阿伟早知道李现的背景。第二天，李现的妈妈突然像发疯了似的，通过保姆才知道，原来是李秘书停了他的药。李现只好拿着药瓶去药店，但店员告诉他，这种治疗抑郁症的药有副作用，长期服用还可能上瘾，甚至会产生幻觉。李现气愤地给东九打电话，却得知是李秘书主动联系他们的。东九听说李现妈妈的情况后，他们陷入了困境，一方是救命恩人，还依靠他的资金支持帮派，另一方是自己的侄子，是德巴大哥的亲生儿子，他们必须在2者之间做出选择。不久之后，李秘书便找了过来，东九他们决定帮助德巴的儿子。李秘书气急败坏地走了出来，他在门口恰好遇到了被打的黄毛姐。李秘书无意中听到了他们谈论送李现的事，他立刻前去找李现。与此同时，李现到学校上课去了，但同学们对他的态度明显变了，甚至暗恋他的女同学也哭了起来。原来金的爸爸组织了校园暴力委员会，他们打算控告李现欺负同学，还说他跟黑帮有关系。作为检察官的世金爸爸决定把李现送到检察院处理。李现急忙给世金打电话，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这时候派出所的电话打来了，
黄毛他们报警称李现校园霸凌，显然这都是李秘书搞的鬼。哈哈，像是帮派大佬附体的高中生，终于要和对手来个决战。李现的桃花运也来了，校花突然向他表白，班花也不甘示弱。李现会如何选择呢？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，因为七星帮突然变脸，李秘书花了几千万韩元收买了李现的同学，他们想诬陷李现校园霸凌，目的是把他送进少管所。李现现在只想弄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妈的药是否被调包。李秘书当然不会承认，他无耻地说药是他妈自己开的。李现直接揭露了李秘书的计划，他警告对方不要作茧自缚，但李秘书不听李现的威胁，他坚称一定要把李现送进少管所，然后把他妈送到无人知晓的地方。说完，他扭着大屁股走了。两人的决战一触即发。幸好李现回到班上后，3名女同学给了他短暂的温暖，他们都不信李现会校园霸凌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。这时候世金也进了教室，他安慰李现不用担心，自己会劝爸爸撤销校委会的决定。但现在最关键的是黄毛他们。李现在台球室找到了他们，给了他们最后的警告，只要他们愿意撤诉，他就不追究这事了。警告完他们后，李现就离开了台球室。黄毛他们商量了一下，虽然都害怕李现报复，但还是决定冒一次险。他们终于决定试一试，于是4人去找以前的老大阿伟，希望他能加入，这样胜算会更大。阿伟立刻拒绝了，但4人提醒他，当初霸凌李现时他也帮了不少忙，这让阿伟左右为难。同时李现被叫到警局，是因为他妈妈住院了，他爸联系不上，只好让警官叫他过来。李现坚称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想拿出他们上传的视频证明，却发现视频已经被删了。离开警局后，李现找来了以前七星帮的小弟，现在他们是他的叔叔了。胖哥听后非常生气，气得直接口吐白沫。李现告诉他们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抓到李秘书，然后将他带到会长面前。一旦揭露了李秘书的行径，他肯定会失去会长的保护，也就没资格再和自己较劲了。李现嘱咐他们一定要抓到李秘书，而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李现很快就结束了期中考试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进步简直快得惊人，竟然考了61分。放学后，阿伟找到李现，看起来他似乎有事要说。就在这时，校花突然出现了，他邀请李现有空去吃年糕。李现显然没察觉到校花的意图，他马上接受了邀请。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想到校花居然对他有意思。可班花一直暗恋李现，这下可不高兴了，心里像扎了一根针。李现感叹女人心海底针。不久后，李警官叫他去了警局，因为黄毛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告他。而在家里，他没能说服爸爸取消校委会，明天就是他被起诉的日子。此时的李现还没找到解决办法，他赶到医院照顾病中的妈妈。妈妈看着变化巨大的儿子，说李现肯定是遇到了心仪的女孩。李现没想到，妈妈随口一说，竟给了他希望。李现随后把李秘书的地址告诉了胖哥和东九，他们急匆匆地出发了。同时，李现面对起诉来到了检察厅，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找到李秘书上。这时，东九打来了电话，两人一到那里，发现那栋别墅早已人去楼空。这时，阿伟也突然出现了，没想到他在这时被判了。黑帮高中生的故事终于迎来了大结局，李秘书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。李现奇迹般的回到了过去，和世金再度重逢。李现的桃花运也随之而来，校花突然向他表白，班花也不甘落后。李现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但他现在还有更紧急的事要处理，因为七星帮突然的背叛，李秘书花了几千万韩元收买了李现的同学，他想诬陷李现进行校园霸凌，借此把他送进少管所。李现现在只想搞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妈妈的药是否被调包了。李秘书当然不会承认，他厚颜无耻地说药是他妈自己开的。李现直接揭露了李秘书的阴谋，随后警告他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但李秘书不听李现的威胁，他坚称一定要把李现送进少管所，然后把他妈送到找不到的地方。说完这番话，他扭着大屁股走了。两人的冲突一触即发。幸好李现回到班级后，3名女同学给了他暂时的安慰，他们都不信李现会校园霸凌，几个人一起还笑着聊天。这时世金也来到了教室，他告诉李现不用担心，自己会劝说爸爸取消校委会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黄毛他们的事。李现在台球室找到了他们，对他们进行了最后的警告，只要他们撤诉，我就不追究这事了。警告完那几个人之后，李现离开了那里。黄毛他们开了个会商量，虽然都怕李现报复，但觉得机会难得，最后他们决定冒这个险。他们找到了以前的老大阿伟，希望他能加入他们，这样胜算会更大。阿伟立刻拒绝了，但4人说当初霸凌李现时，阿伟也帮了不少忙，这让阿伟左右为难。同时，警察叫李现到警局，
因为他妈妈住院了，联系不上他爸，只好找他来问话。李现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他准备拿出上传的视频，结果视频已经被删了。从警局出来，李现叫来了七星帮的小弟，现在他们是他叔叔了。胖哥一听就怒了，李现告诉他们，现在要紧的是抓住李秘书，然后带他见会长，揭露李秘书的所作所为，这样他就没会长庇护了，也就不能再跟我争了。李现请他们务必抓住李秘书，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很快李现完成了期中考试，结果出乎意料，他的进步简直是神速，竟然考了高达61分。放学后阿伟找到李现，好像有重要的事要说。就在这时，校花突然走了过来，他邀请李现找时间一起吃年糕。李现没看出校花的意图，立刻答应了他的邀请。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想到校花会喜欢上他，而一直暗恋李现的班花心里五味杂陈。李现说，女生的心思比数学题还复杂。这时李警官叫他去了警局，因为黄毛他们最终还是决定起诉他，同时他也没能说服爸爸取消校委会决定，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了。李现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，他决定去医院照顾妈妈。妈妈看到变化巨大的儿子，说李现一定是遇到了喜欢的女孩。李现没想到妈妈随口的话竟给了他希望。李现随后把李秘书的地址告诉了胖哥和东九，他们急忙赶过去。同时李现被告上法庭，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找到李秘书上。就在这时，东九打来电话，他们赶到那里，发现那栋别墅已经空无一人。这时阿伟突然出现，他竟然在这时候背叛了。阿伟的背叛让他非常愤怒，但紧接着，原来阿伟没有真正背叛，他其实是为了帮李现获取视频证据。两人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打斗，连平时文弱的世金也加入战斗了。不久，黄毛和他的小伙伴们都被打倒。这时候警察也赶到了现场，李现直接向警方展示了霸凌他的视频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阿伟主动坦白并承认了自己的过错。最终阿伟和黄毛他们因校园霸凌被追究了法律责任，这件事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污点。李现有些内疚对阿伟，但阿伟认为这是自己罪有应得。就在李现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阿伟突然看到了过去的李现，两人目光相对。那一刻阿伟真诚地向李现道歉，他似乎也在那一刻释怀了。另一边李现收到消息赶到了医院，长时间未见的会长终于出现了，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，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听爸爸说的。李现担心会长察觉到什么，本想用一些牵强的理由搪塞过去，但出乎李现的意料，作为最了解德巴的会长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个高中生体内的灵魂正是金德巴。这一刻李现有些难以自持，他多么希望有人能真正理解现在的自己。不久后，李现在医院，他妈的病终于治好了。办理完出院手续，李现劝妈妈离开自己的爸爸，重新找个好人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可是妈妈说自己已经20年没出门工作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。李现提到爸爸在陪会长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然后火急火燎地赶到机场，果然在陪会长身后找到了李秘书。李秘书看到李现立马想逃跑，李现立即把他抓了回来。裴会长不可思议地看着李现，没想到短短5年没见，儿子居然变化这么大。李现说了他绑架妈妈，还有陷害自己进少管所的事，全都说了出来。李秘书想狡辩，但裴会长早就看透了他，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为人。李秘书跪在李现面前道歉，他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从此以后，李秘书失去了靠山，他必定会夹着尾巴做人。给妈妈报完仇后，李现刚要离开，却被裴会长叫住，还活着给王家军打。虽然他终于得到了爸爸的认可，但他没同意为自己上户口，还责骂裴会长不配当父亲，甚至说一个抛弃孩子的人连当男人都不配。教训完裴会长，他转身就走了。回到班级后，3个女同学立马找到了李现，得知他解决了校霸的事，他们总算松了口气。不过班花还在生李现的气，在女同学的帮助下，李现终于明白了，班花选择了原谅他。这时市井走进教室，看到李现之后，神秘地把他带出了教室。李现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，就找借口说有人找他，慌忙地离开了。他接受了校花的邀请，两人一起去餐厅吃了炒年糕。校花向李现表白了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说2天后给出回答。第2天李现带着世金去了殡仪馆，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世金。在那一刻，真正的李现回来了，他和世金做了最后的告别，两人聊了整整1天1夜，仿佛有着用不完的话。他们终于放下了所有旧事。天亮之后，李现的灵魂也和德巴告别了，他彻底放下了过去，让德巴用这个身体好好活下去，然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故事的结尾，李现拒绝了校花的表白，他如愿考上了大学，
还和世金进了同一所学校。